活下去，他求着死对头双修，可真到了那一步，他却怂了。昏迷的磁州直接被死对头抱进了寝殿，锁链般的红蛇钳制住他的四肢。磁州不舒服的哼唧起来。燕归离突然抚上他脆弱的脖颈，这么细的脖子，会不会一拧就断了呢？没得到回应。燕归离凑近他的耳畔，磁州一下被摇醒了，下意识抬腿踹去，脸上满是惊慌无措。燕归离，你干什么？堂堂鬼王竟趁人昏睡时偷袭，冷不丁的被踹了胸口。燕归离一把攥住他的脚踝，偷袭？是你求本座救你的。磁州慌的说话都有些结巴，救人什么时候需要趴在别人身上救了？燕归离不仅没松开他的脚踝，反而凑得更近了。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吗？你神魂已碎，唯有与本座双修方能恢复。对上宿敌这张玩世不恭的脸，磁州猛然想起自己的处境。磁州身为仙盟弟子，降妖除魔无数，只因误入鬼道，反被仙盟追杀。昔日同门师兄弟对他赶尽杀绝，将死之际他逃到了鬼城，唯有此地，仙门不敢闯入。可鬼城之主是他的死对头燕归离，但如今能救磁州的只有他。宿敌主动求救，燕归离却笑了。磁州，你我二人可是死对头呢，你那青梅竹马的大师兄徐燕青怎么不来救你？磁州还在维护徐燕青，你我二人的事不要扯上大师兄。燕归离不高兴地啧了声，人都快死了，还惦记你那朗月清风的师兄。磁州不语。燕归离用折扇抬起他的下巴，本座给你两个选择，一是本座把你交给仙盟，二是你跪着进来求本座。求人总该有点诚意，还是说你觉得你的大师兄现在能赶过来救你？你应当知道本座是没什么耐心的人。为了活下去，磁州最终答应跪着进去。燕归离却假装听不清，磁州气红了脸，我说我跪。燕归离突然噤了声，因为磁州在他面前落了泪，为了生要给死对头下跪，还真是屈辱至极啊！磁州最终双腿一屈跪在了燕归离面前。就这样，燕归离退一步，磁州跪着前进一步，直到进入大殿。磁州咬牙问他够了没？燕归离似乎玩够了，他的那句起来吧刚落下，磁州就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结果一个踉跄，却摔进了燕归离怀里。燕归离也不知自己慌什么，抱着磁州大喊着诡异：殿下，这位仙长神魂被仙盟神器所伤，命不久矣，只有与极阴至鬼之人双修方能恢复。放眼天下，极阴至鬼之人没有比殿下这样蛇妖与鬼王之子更合适的人了。燕归离颇有些得意地看向磁州，听见没？现在只有本座能救你，你说本座是救你还是不救你呢？换句话说，本座是睡还是不睡你呢？磁州突然攥紧了他的衣袖，睡我，不和宿敌双修就会死。偏偏他心里还有个忘不掉的大师兄，如今被死对头挑起下巴逼问，想起来了，是你求着本座睡你的。磁州羞恼不已，我说的明明是睡我个鬼。燕归离却假装听不懂，有什么区别？本座是蛇妖与鬼王之后，本就是鬼呢，刚醒过来就对救命恩人大呼小叫，这就是你们仙门的报恩之道。磁州无法反驳，因为光是靠近燕归离，他就已经感受到灵力在恢复了。难道真的要和他双修吗？可是自己已经答应了大师兄，磁州不免有些为难。你和我是宿敌，从前总是恨不得弄死对方，你为什么愿意双修来救我？燕归离拿起酒盏，将浓烈的白酒倒入磁州胸口，气得磁州大骂他有病。燕归离被骂爽了，本座就喜欢看仙盟弟子屈辱的模样，不觉得有趣吗？你若还想着你那大师兄徐燕青，不如死了这条心。磁州红着脸说跟徐燕青没关系，他的表情显然没有说服力，而且大师兄本就对我很好。那时的磁州被师尊骂了，哭得很委屈，大师兄摸着他的脑袋安慰，并掏出一枚铃铛递给他，这是我做的，施了咒给你护身用，别难过了。磁州接过铃铛红了脸，也忘记了伤心。见他恍神，燕归离不免恼火，还在想徐燕青，世人都知你倾慕于他，可为什么你出了事他护不住你？你的师兄徐燕青是不是不想救你呢？磁州不愿相信，努力找着借口，他只是有难言之隐。被围剿那日，大师兄挡在他身前，磁州，你入魔一事是事实，仙门定不容你，但你要坚持住，我会帮你查明入魔的真相，一定要活着。磁州天真的以为师兄真的会还他清白，只要他活下去就有希望，于是他果断下了决定，别废话了，双修吧。燕归离忍不住调侃，求我睡你了。磁州气得脸红，是双修。燕归离也不再纠结，直接挑开磁州的衣领，见他闭眼，内心一阵烦躁，睁眼看清楚我是谁。直到门外传来仙盟徐燕青求见的报备声，磁州慌得咬了燕归离。燕归离擦了擦嘴角的笑，脸色阴沉，果然一听见他的名字你就慌了。磁州下意识要跑，却被燕归离攥住手腕拉进了怀里。跑什么？怕你的心上人看见你这副模样，你这么在乎你的大师兄，那本座要不要当着你那大师兄的面与你双修？说好了要跟死对头双修，可他却一心惦记着大师兄，气得死对头要当着他那大师兄的面办了他。可燕归离最终心软了，他把磁州变成小猫抱在怀里，磁州想要挣扎却被他按住。你把我变成猫做什么？燕归离语气里带着莫名的酸溜溜，刚在床上不是还想着你的大师兄，这不是带你看看你的大师兄吗？徐燕青一进来，燕归离就忍不住阴阳怪气，仙盟第一公子大驾光临，所谓何事？徐燕青向他讨要一人，燕归离假装听不懂，人，本座向来不把仙盟的人放在眼里，何谈认识？徐燕青讥讽一笑，磁州与您相识4年，您怎么能说不认识呢？磁州下意识缩了缩身子，4年，我和燕归离也认识了4年之久吗？14岁那年，
磁州在捉妖途中被燕归离捣乱，你就是妖鬼之王燕归离。17岁的燕归离依旧挂着玩世不恭的笑，是又如何？磁州唰的一下提剑指向他，今日你阻我仙盟收妖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燕归离瞬间消失在他面前，不过须臾便来到磁州身后，扣住他的肩膀，紧接着将磁州揽进怀。势不两立，我很期待你成为我的对手呢，小不点儿，我等着你来杀我。燕归离放完话便直接消失不见，变成小猫的磁州恨不得抓花他的脸。我居然和这个讨厌的家伙认识4年了。徐燕青坚信是燕归离藏了磁州，殿下应该听说了，磁州入魔，犯了仙盟大忌，除了鬼城，能容他的地方我已经找过了。燕归离无视磁州的张牙舞爪，轻轻地摸着他的脑袋，对着徐燕青却话里藏针。你觉得本座会让宿敌留在城里？听闻你和你那小师弟最是情深意重，他去了哪里？你会不知？还是说你和那小师弟的情谊也不过如此？徐燕青上前解释，师弟入魔后灵力尽散，世间再难寻得他的踪迹，若能找到他，我会救他，还他清白的。燕归离突然打开折扇，加大嘲讽，是吗？你能与仙盟众人作对吗？你能护得住你的小师弟吗？徐燕青脸色一沉，护不护得住是我的私事。与死对头双修时却被情敌找上门，关键死对头还向着情敌，蛇尊这下彻底醋了。面对情敌的惺惺作态，燕归离没了耐心，真是个蠢货。身后的红蛇察觉到主人的情绪，开始蠢蠢欲动。徐燕青看向他怀里的磁州，威胁，殿下养的小畜生可真多，只是这灵蛇看起来不懂理，不知这猫懂不懂。燕归离怒了，管起本座来了，你好大的威风啊！燕归离的话音刚落，红蛇便直勾勾地朝着徐燕青攻去。磁州突然跳出来挡在了徐燕青前面，为了不伤害他，燕归离强行收手，却遭反噬吐血。被磁州护着的徐燕青不觉讥讽，殿下还真爱这小畜生呢，宁愿自己受伤也不忍伤他。可你的猫似乎很喜欢我。燕归离一把抓起磁州，咬牙切齿道，是啊，吃里扒外的。徐燕青瞥了一眼磁州，想来殿下不会骗我，既说没有师弟的踪迹，那便是没有。燕青告辞。此时此刻磁州还对他挂着滤镜，大师兄会还我清白的，我也要想办法先活下来。等人一走，磁州就变回了人形。燕归离直接扣紧他的下巴，磁州顿时慌乱不已，你干什么？燕归离笑了，继续刚刚的双修啊，你不是想活命吗？一边在本座这里求双修，一边又拿自己的命去救你的师兄。说到后面，燕归离几乎是一字一顿咬出来的，你爱他爱到能付出自己的性命，是吗？铃铛突然掉落，磁州挣扎着想去捡，大师兄给我的铃铛，这让燕归离更加生气了。你躺在本座怀里，还带着另一个男人的信物，就不怕本座弄死你？只因毁了情敌的信物，双修时蛇尊直接吃了死对头一巴掌。燕归离本来就恼火，磁州心里有个白月光，偏偏还在双修时带着那人的信物，于是醋意大发，直接将铃铛摔坏，让他再也无法睹物思人。气得磁州直接给了他一巴掌。燕归离被打笑了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的小命还握在本座手里，救不救皆在本座一念之间，惹恼了本座。燕归离站起身，狠狠瞥了磁州一眼，哼，你要是不想活，本座便成全你。磁州只是一时冲动，反应过来立刻拽住他的衣袖，对不起。燕归离瞥见他眼角的泪，下意识伸手去接，心中没由来的烦躁，为什么会不自觉地去接他的眼泪？但他还是决定狠狠索要点甜头，就一句对不起，你刚刚可是打了本座的脸，你可知道这普天之下没人敢这般对本座？磁州还要靠他修复神魂，这时候不能得罪他，那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你原谅我？燕归离忍住上扬的嘴角，取悦我，让我忘了刚才的不快。磁州主动揽住他的脖子，小鸡啄米般快速亲了一下，脸红的不成样子，这样足够吗？燕归离很贪心，不够，你未免太小看本座了，既然要取悦本座，就要拿出些诚意才对。可磁州的表现却让他不高兴，你这副屈辱模样可真让人扫兴。不等磁州解释，燕归离直接用尖牙刺破唇角，捧起磁州的脸为他渡入鲜血。他还是心软，放了磁州一马，这些血足够你暂时稳定神魂了。磁州怕他生气，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会想清楚的。燕归离的心情突然变得极好，你是该想清楚了，毕竟你思慕的心上人马上就要跟别人定亲了。磁州惊的一个踉跄，你说什么？燕归离转身往外走，他没有告诉你吗？定亲之日就在几日后的清谈会上。清谈会，百家休战之日，眼下距离清谈会不过几天，你还是早些想通为好。为了能活着见到大师兄，他不惜求着死对头双修，又因放不下大师兄拒绝与死对头亲近。可如今却听到大师兄与旁人定亲的消息，磁州捡起那枚碎了的铃铛，师兄，你终究也弃我而去了吗？清谈会当天，磁州悄悄溜进了徐燕青的住处，看着他与旁人欢声笑语的定亲宴，磁州的心已死。往日我曾将母亲与我的苗疆圣物送给徐燕青，如今我也该拿回来了。磁州在书案前好一顿翻找，终于找到了，得快些回去，万一被燕归离察觉自己私自外出就麻烦了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徐燕青居然会在门口堵他，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，师弟，果然是你。以磁州现在的修为，对上徐燕青根本无法全身而退。徐燕青没给他思考的时间，直接逼近了磁州。之前我寻遍各地都不见你踪影，如今你倒是会挑时候出现。磁州气急，你的意思是我打扰你定亲了？徐燕青试图安抚他，别激动，你当初收服大妖时中的毒还未彻底清除，小心毒素攻心。磁州撇过脸想要撇清关系，你既已定亲了，我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。
徐燕青这才解释他定亲的原因。之前我意外中毒，全凭你的阴质之血解毒，可如今你入魔血已失效，我只能另寻身负阴质之血的人。那仙门之子不过是我解毒和获取权力的工具而已。今日我已被定为下任仙盟盟主，等我成功登位，就能帮你查清入魔真相，还你清白。说着就要抚摸磁州的脸，却被磁州闪身躲过。他恼火地捏紧磁州的下巴，警告：我知道你之前是走投无路才找燕归离的，我原谅你，我会给你安排好住处，让你远离红尘纷扰。从今往后，谁也不能分开我们。这是磁州第一次见识到徐燕青的无耻，对此徐燕青并不在意。你只是被怒火一时间冲昏了头脑，我给你冷静的时间，希望你别让我失望。说着便步上阵法关门。气急攻心的磁州居然咳出了血，心中无限悔恨。我曾以为他待我不同是因为偏爱，如今才发觉一切都是我的错觉。就在磁州再次濒死之际，燕归离闯了进来。磁州还以为这是幻觉，燕归离，没想到我弥留之际最后念叨的竟是他。磁州再次咳出一口血，竟见燕归离慌慌张张地朝自己奔来。他爱的人害他毒入心脉，差点身亡，而他最讨厌的宿敌却舍命救他。燕归离慌张地将磁州抱在怀里，拼了命地给他输送真元。毒素早已侵入心脉，没人比磁州更了解自己的处境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没用的。可燕归离不愿放弃，闭嘴，凝神。磁州不明白他为何如此慌张，明明两人是死对头，我的心脉已被毒素侵蚀，纵是大罗金仙也无力回天，你又何必图耗真元？燕归离慌得几乎快要哭了。你别以为这样本座就会放过你，你私自外出的账，本座还没跟你清算，你岂能就这么……磁州盯着他的脸一愣，用尽力气骂了句傻子，最终彻底失去意识。燕归离唇角咬出了血，因过度消耗真元，舌灵若隐若现。对，本座就是个傻子。最终抱着磁州的身体一个踉跄，摔下去的那刻，他依旧紧紧抱着磁州。等磁州再次醒来，居然身处一座冰棺中，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还活着。不仅如此，体内的毒素也被彻底清除。可燕归离他为什么舍身救我？磁州想不明白，我们难道不是宿敌吗？那时我体内的余毒明明已经被燕归离压制住了，为什么在撞到徐燕青后会突然毒发？这套路怎么如此眼熟？和我当初入魔一样，像是有人故意给我设下的局，等着我跳下去。若我当初中毒和入魔一事都与仙盟有关，那我必要摘下那些虚伪之徒的假面，让他们身败名裂。现下最关键的是要找到燕归离，他之前舍身救我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在林子里寻找时，磁州听到了虚弱的求救声，再近些他便看到了少年腰间绝明派名家的姓名，想到他是名家的人，磁州出手杀了伤他的人。刺客已死，磁州立刻来到少年身旁，你没事吧？不要怕，我来给你止血。你是何人？怎会被追杀到这里？少年早已油尽灯枯，他拼尽全力递给磁州一张纸条，断断续续地说出绝明派、仙盟、灭门，紧接着便再也没了呼吸。看清纸条上的内容，磁州恍然，原来他是绝明派现任宗主之子，徐燕青大弟子的未婚道侣明福威。几百年前，绝明派在猎巫之战中几近灭门，唯有一脉留存至今，仙盟因此多加照看，甚至应与每任宗主之子到仙盟长期交流学习，双方联姻也在情理之中。问题是，他是想告诉我什么？又想到左不过是跟仙盟有关，磁州取走他腰间绝明派的姓名，直接变成明福威的模样。看来这趟仙盟是非去不可了。既然我与他殊途同归，或许我能利用他的身份重回仙盟，